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捏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23季第5集。决定命运的时候到了，随着2枚玻璃珠入罐，兄妹俩赢得了惊喜。老爸星期六，老爸抱住2孩子，说这次会带他们去玩彩蛋。3人来到电子游戏盛会，这里有太多好玩的节目了，而且辛巴还有 VIP 卡，都不用排队。一进到里面，他们就被各种游戏包围了。小新马上就玩起其中的一款，在他的身后，制作人正在向人们介绍。他说这款游戏就是立志要让超级玩家都必须要玩上上千个小时才能通关。谁知话音刚落，小人就放下手柄，通关了。看样子又有人要丢饭碗了。那新小妹感兴趣的游戏和影族萨克斯以及学习相关，这就是他所认为的最好玩的游戏。辛巴还在投币，兄妹俩就找到了他，还说3分钟后乐天堂的发布会就要开始了，地点在 G 厅，当前位置在 D 厅。3分钟跨越3个厅，这就是辛巴需要达成的游戏成就。他从架子上拿走一大摞飞碟，然后就拿着它们扔向人群。中途他也受到了攻击，不过披萨能让他回血。最终 BOSS 是2个保安，被他用灭火器直接掀翻。随着兄妹俩顺利抵达，游戏任务也就通关了。回到家后，这3人还处于兴奋状态，一人骑一个球就在院子里蹦了起来。玩得高兴是好事，但辛妈觉得兄妹俩现在应该去洗澡了。见座机被放了气，他们忙呼唤爸爸，然后辛巴就把2孩子给救走了。眼他们是那么开心，辛巴有些情绪低落。洗漱的时候，辛巴对丈夫说：“孩子们和你一起一定很开心吧？”“那当然，我今天棒极了。”温此辛妈更难过了，孩子们从来就不叫她分去老妈。辛爸告诉妻子，一个家庭就像一支篮球队，里面既有灌篮高手，又有裁判。辛妈很不高兴，她觉着不公平，妈妈们也想要分去一把，不想每天都要操心婆婆妈妈的事。为了缓解妻子的郁闷，辛爸提议下周6就让辛妈带孩子们去度过。辛妈很是高兴，表示要花最少钱去最有趣的地方。又是一个周6，辛妈蒙住了兄妹俩的眼睛，表示这次惊喜星期6的内容是极限运动。取下黑布，2孩子激动地跑了进去，谁知没走几步就愣在了原地。十字架游戏，这算什么极限运动？这时弗兰德走了过来，欢迎他们加入基督教徒的盛会。小妹还抱有一丝希望，这里应该还是有游戏的吧，不过她还是太天真了。游戏这个单词是这次集会全称的缩写。看孩子们露出失望的神情，辛妈还想安慰他们，说真正的乐趣源于自己的内心，但这句话连她自己都说服不了。于是辛妈就打算带着2孩子离开，不料转身就碰到了牧师，直接将2个小鬼给抓走了。回家的路上，辛妈向孩子们道歉，小新现在是理都不想要理他了。新小妹要好一些，安慰妈妈说下周爸爸会带他们去好玩的地方。没想到这话对辛妈打击更深，就在她愣神的功夫，一只仓鼠掉进车子的引擎盖，看样子他们必须要在中途停一下了。周围的景色越来越陌生，小新询问妈妈他们这是在哪，辛妈显然也不知道，她马上锁上车门以防危险，然后才让车子停了下来。等了许久也不见拖车过来，兄妹俩都饿得不行了，也不顾辛妈的反对，就跳了车进入了餐厅。辛妈颇为无奈，也只得跟了进去。看着菜单上那些怪异的餐点，辛妈当即就要离开，不料却撞上了服务员，于是她只得说要一个配菜沙拉。得知没有后，辛妈又打算回到车里，小妹劝住了她，让她有些冒险精神。小新是把妈妈拿捏得死死的，直接说要是爸爸在就一定会。这话的确是很管用，辛妈重新坐了下来，还点了一道最疯狂的菜。一听到这个，整个店里人都惊呆了。这一大盘餐点端上来后，辛妈就开始劝自己，敞篷车都开过，吃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她憋着痛苦的表情嚼了2下，没想到食物划过口腔，整个味蕾都在跳舞。她忍不住感叹：“我的天哪，太好吃了！”听了这话，小新也胡吃海塞起来，他都恨自己不是当地人了。小妹也尝了一些，异域风情、素食，这都能让他写篇论文了。这时，漫画男和骨头男走了进来，一进门，他们就注意到了辛妈。漫画男很好奇他们吃的是什么，辛妈有些骄的念了一遍餐食名字，还说自己来到这里只吃这个。小新邀请他们过来一起吃，于是骨头男召唤来了其他的小伙伴，大家围着餐盘愉快的吃了起来。这些人是专门来到这里的，他们都是吃货。漫画男说，他们的乐趣就是寻找并品尝各种美食，并让他们的异域口感写进博客里。辛妈看到菜单上说把薄饼塞进朋友的嘴里叫做格鲁莎，然后就呼吁大家一起格鲁莎。回到家后，兄妹俩还在玩格鲁莎，这可把辛巴吓坏了，以为孩子们中了邪。辛妈让丈夫放宽心，还让他也来尝尝美食，但辛巴很是抗拒，表示自己只会吃过的东西。小新劝说道：“有点冒险精神嘛，反正都已经这么胖了，为什么不尝尝呢？”辛巴却不这么认为，既然窗外就能看到4家快餐店，何必大费周章去吃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而且再说，冰箱里有永远都吃不完的食物。只见他打开冰箱，就拿东西往嘴里塞。小妹很是不解，怎么会有人不愿意探索全世界的美食文化？她提议他们也去开一个自己的美食博客，名字就叫做
3个好吃嘴，3个。辛巴很高兴自己被算在了其中。决定好了之后，伯克就支棱起来了。3人继续品尝了很多的美食，比如日本的寿司、韩国的拌饭和烤肉。当然，他们也会自己在家烹饪一些。随着评价的美食越来越多，他们还受邀上了杂志和节目。短短的时间里，他们已经评价出了99家最佳。这天，辛巴找到了这些美食家们，说他们吃的那些食物都消化掉了，只有自己带来的才是真正的乐趣。辛巴播放了一段录像，原来是小丑娱乐场上搞了新项目，他刚好搞来了3张周6晚的门票，孩子们是最喜欢小丑的，两人当即就心动了。很不巧的是，兄妹俩已经和妈妈有约了，于是小新直接对爸爸表示抱歉，因为伯克太火爆，他们说要去镇上最高级的餐厅，那可是连肯特都订不到好座位的地方。西小妹说，餐厅的名字叫做化学之家，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来烹饪食物。看了3人一脸的享受，辛巴愤怒了，这明明就是个四不像的东西。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已经决定跟着辛妈了。辛妈感觉到了丈夫的愤怒，就让他不要因为自己能和孩子们一起玩，就羡慕嫉妒恨。被戳到痛处后，辛巴更愤怒难过了。最后直接伤心的站不起来，爬着离开了。辛妈找到辛巴的时候，他正在地下室做棒球棒，这是他伤心时候的消遣。看着堆成小山的球棒，辛妈安慰他，问他是否愿意和他们一起去化学之家。见妻子知道自己看不起那里，还愿意邀请他，辛巴备受感动。在答应前往的同时，又开心做起了鸟窝。做好之后，辛巴将这个好消息都告诉了孩子们，大家都很高兴。辛巴说，看来风趣老爹也要成美食家了。他抱起2个孩子，在家里手舞足蹈。辛巴看着欢乐的景象，心情又变得很复杂。晚上睡觉的时候，辛巴梦到自己和孩子们参加了安东尼·博尔顿的节目，他们都在新加坡街头食品市场。安东尼让辛巴尝尝红鱼猪杂，还没有等他吃进嘴里，辛巴就骑着球夺下他手里的食物，一口吃掉后，他就跳着走了，一边蹦跶着，还一边吃着。然后兄妹俩和安东尼都跟着跳走了。接着是越来越多的人，那些曾和辛巴相关的人，此刻都成了辛巴的追随者。只要有红墨在，一切都好玩多了。红墨就是开心果。随着他们渐渐远去，辛巴的世界一片空白，他所拥有的一切就这样失去了。这时，戈登拉姆齐叫住了他，别嚎叫了，你把一切都搞砸了，谁让你邀请红墨的？风头都被他抢光了，你永远都比不过他的。好了，现在就滚出我的梦境吧。辛巴更郁闷了，这明明就是我的梦。谁知拉姆齐一个响指，现实中他就醒了。然而辛巴也被迫回到了现实，同在那个梦中的似乎还有辛巴，他此时还开开心心嘟囔着风趣的我呢。第二天，辛巴向孩子们表示自己不知道邀请他们的爸爸是否明智，小新觉得挺好的，说老爸会为美食注入活力，成为第4个好吃嘴。但辛巴很抗拒，从来就只有3个。他越说越气愤，兄妹俩也不敢再插话。辛巴打电话劝说丈夫放弃，但辛巴却不为所动，认为自己说不定会喜欢。辛巴又说他需要坐在长桌旁边，周围都是嬉皮士。谁知辛巴说他开始喜欢嬉皮士了。眼见自己怎么说都不能打消他的念头，只得将地址告诉了辛巴。然而他并没有说出正确地址，而是完全说了一个相反的。刚挂完电话，就看到小新盯着自己，但面对还不会说话的婴儿，辛巴还是不怂的。晚上，辛巴带兄妹俩来到了化学之家，店员让他们含住薄荷糖，表示一有空位，糖果就会发出震动。而此时的另一边，辛巴来到了一家破旧店外，开门是一个壮汉。一听到辛巴说什么化学厨房，壮汉就马上将他抓了进去。小新很是奇怪，爸爸怎么还不来？辛巴就很心虚，说他也许临时改变主意了。此时第1道菜也上来了，厨师叫道，这是凯撒沙拉的分解物，还告诉人们必须要按照他所说顺序食用。就在他们品尝的时候，辛巴走到了房间内部，看满屋的化学药品和试管，他丝毫没有发现自己走错了，还有这开放式的厨房设计不错。询问价格之后，辛巴就准备品尝了。辛巴这边也来到了第2道菜，它的名字叫做悔恨。等到厨师们往里面滴了一滴眼泪，人们才开始品尝，那味道直接让他们升天了。另一边，辛巴看那些颓废的人们，正想着估计那些就是辛巴说的嬉皮士了吧。壮汉将辛巴要的餐点拿了上来，当第1缕烟即将进入辛巴的口中，警察踹开了大门，让他们放下麦斯。辛巴还没有反应过来，双方就开始了枪战。他现在只希望这是在表演节目。另一边，化学之家推出下一道菜是百味猪排，这简直就是为辛巴量身定做的菜肴。兄妹俩很遗憾，爸爸就要错过了。这时，辛巴终于决定给丈夫打电话了，不料却已经收到了一条辛巴的短信。他说那里不是餐馆，而是麦斯赌馆。听到里面还传来了枪声，辛巴慌了，她必须马上去拯救丈夫。见他们要走，主厨将最后的甜点递给了他。此时，麦斯馆外已经被警车包围了。见辛巴想要进去，警长拦住了她。得知她是要去向丈夫忏悔，也就放行了。馆内已经是一片混乱，
壮汉觉得一切都是辛巴的错，这灾星一进门，麻烦就没完没了。眼见辛巴的境地十分危险，辛巴急中生智，将甜点扔进了壮汉的嘴里，一口下去，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这颗球很像他妈妈做的苹果派，见他满怀深情，警长一警棍就让他给打趴了，被老婆坑了又救了。辛巴对妻子是又生气又感动，辛巴为自己的行为向辛巴道歉，他说自己只想孩子们像喜欢他一样喜欢自己，孩子们也回到了他们身边。一个晚上参加2项活动，兄妹俩十分满意，最终一家人来到了小丑游乐场，再没有分区老爸，也没有分区老妈，只有家庭欢乐日，孩子们能收获快乐，爸爸妈妈也能放下心结。小的时候，父母也许都问过一道送命题，是更喜欢爸爸还是更喜欢妈妈，但很明显，无论选择谁，都无法令所有人满意。辛爸辛妈为了讨好孩子，将原本拿来奖励的行为变成了比赛，似乎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赢得孩子们的爱。殊不知这样做只会将彼此越推越远，让孩子们无所适从。爸爸和妈妈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对家庭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无论少了哪一方都不会完整。即使有时孩子们会和其中一方相处愉快，但也不意味着另一方就是可有可无。也许对于不少勤俭持家的母亲来说，他们永远也做不了孩子们的分区妈妈，但他们却永远是孩子们的可靠妈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关注，咱们下期见，拜拜。